一個帝國什麼時候開始滅亡？不是敵軍攻進城門的時候，而是第一次有人破壞規則卻沒有付出代價的時候。《資治通鑑》記錄了1300多年歷史。司馬光最後發現，所有王朝的崩塌幾乎都始於同一個瞬間。今天我們從一場婚禮開始。公元272年，洛陽城發生了一件讓全城百姓津津樂道的大事，太子要結婚了。新郎是晋武帝司馬炎的兒子司馬衷，史書中記載的那位留下何不食肉糜千古名言的晉惠帝。按理說，太子大婚應該舉國歡慶，可洛陽城百姓討論的卻不是婚禮有多隆重，也不是排場有多豪華，而是另外一件事，這位未來的太子妃實在太醜了。史書只用了8個字評價她：短醜黑，妒忌多權詐。各在皮膚黑，相貌醜陋，臉上還有胎記，而且性格極度，心機深沉。如果放到今天，恐怕連相親節目第1輪都未必能順利通過。可偏偏這樣一個人卻嫁進了皇室，成了未來的皇後。原因很簡單，因為這背後是一場古代版的買家秀與賣家秀。晋武帝原本看中的是功臣卫冠的女兒，门第顯赫，長相出众，名聲也很好，幾乎是所有人眼中的最佳人選。可权臣賈充同樣盯上了太子妃的位置。問題在於，自己女兒的條件擺在那裡，硬推肯定推不上去。於是賈充的妻子郭槐開始發動關係網，砸下重金，買通皇後身邊的人，天天在皇后耳邊吹風，說賈家女兒德才兼備，賢良淑德，百里挑一。與此同時，賈充的好友荀彧和馮膽也輪番上陣，逢人就誇，見皇帝就誇，硬是把一個普通產品包裝成了頂級爆款。時間久了，皇后信了，晉武帝也信了，最後大手一揮，就他吧。結果到了大婚當天，晉武帝第一次見到兒媳婦真容，史書記載2個字：愕然，直接傻眼了。可婚已經結了，後悔也來不及了。如果故事到這裡結束，那不過是一場荒唐的政治聯姻，一個皇帝被忽悠，一個權臣得逞，最多算是一樁宮廷笑話。可真正可怕的地方在於，這個女人後來不僅沒有給太子留下合格的繼承人，還因為嫉妒和權慾，親手害死當朝太子，最終把整個西晉一步一步拖進深淵。一個權臣為了嫁女，動用了整個朝廷的人脈關係，一個皇帝被蒙在鼓裡，直到成婚當天才發現自己被騙。看起來只是一次婚姻，可在司馬光眼裡，這已經不是婚姻的問題，而是規則開始失效的問題。當關係可以凌駕於制度之上，當吹捧可以取代真相，當權力可以繞開規則，一個王朝的災難其實已經開始了。所以《資治通鑑》寫到這裡，根本不是為了讓我們嘲笑賈南風長得醜，而是在告訴後人，很多王朝的滅亡都不是從戰場開始的，而是從規則第一次被破壞開始的。而司馬光後來反复記錄的1000多年歷史，其實都在重複同一個過程。規則第一次被繞過的時候，人們往往覺得沒什麼，可真正的災難往往就從這一次開始。而更危險的是，當第一次破例沒有付出代價，第2次、第3次破例很快就會變成習慣。所有人都以為自己只是占了一次便宜，可歷史無數次證明，規則每退一步，災難都會向前一步。一個王朝最危險的時候，往往不是窮的时候，而是富得不知道該幹什麼的時候。賈南風的問題只是西晉病灶露出的第一顆膿包，真正可怕的是，整個上層社會開始集體失去邊界。晉武帝的女婿王給就是典型的例子。有一天，晉武帝去女婿家吃飯，一道蒸乳豬端上來，晉武帝一筷子下去，愣住了，這豬肉鮮嫩的不可思議。他忍不住問，這豬怎麼養的？王給輕描淡寫地說，就是用人的乳汁餵大的。晉武帝當場愕然而去，飯都沒吃完就走了。在那個百姓孩子都喝不上母乳的年代，王給卻把人乳拿去餵豬。他要的不是美味，而是凌駕於所有人之上的優越感。
可司馬光真正頭皮發麻的，不是王继一個人奢侈，而是整個西晉上層都在做同樣的事。比如當時著名的富豪石崇和皇亲国戚鬥富，对方拿出皇帝賞賜的2尺高珊瑚树炫耀，石崇看了一眼，直接拿起鐵如意砸得粉碎，然後命人搬出一堆3尺、4尺高的珊瑚树，讓对方隨便挑。皇帝沉迷享樂，大臣忙着炫富，沒有人關心邊疆，沒有人關心民生。一個王朝最危險的信號，從來不是出現幾個壞人，而是當炫耀變成風氣，當奢侈變成榮耀，當節制變成笑話的時候，所有人都覺得這很正常。這個國家離失控就只剩時間問題了。當最頂層的人開始拿浪費當榮耀，底層人的苦難往往已經沒人看得見了。但問題來了，這些人為什麼敢這麼玩？因為他們最大的老闆，那個掌握天下最高權力的人，比他們玩得還大。那麼問題來了，王吉敢用忍辱餵豬，石崇敢拿錢燒飯，滿朝權貴敢把炫富當本事，他們為什麼一點都不害怕？因為上梁已經歪了。一個組織最大的悲劇，從來不是下面的人變壞，而是最高領導開始失去責任感。而西晉最大的帶頭大哥，正是那個親手統一天下的人——晉武帝司馬炎。公元280年，司馬炎滅掉東吳，至此三國時代正式結束。如果把中國歷史比作一場遊戲，司馬炎拿到的幾乎是天胡開局。爺爺司馬懿熬死諸葛亮，伯父司馬師廢掉皇帝，父親司馬昭掌控天下，幾代人拼死拼活打下來的江山，最終全部落到了司馬炎手裡。天下統一，國庫充盈，四海歸心，按理說這應該是另一個盛世的開始。可誰也沒想到，就在所有人期待他創造新時代的時候，司馬炎卻做出了一個決定：躺平。很多人以為亡國之君都是昏君，其實未必。歷史上很多王朝的崩塌，恰恰發生在最輝煌的時候。因為最大的危險不是貧窮，而是成功。成功會讓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為所有問題都已經解決了，以為天下從此太平無事，以為江山會永遠按照自己的想法運轉下去。司馬炎就是這樣。統一天下之後，他再也沒有敵人，也漸漸失去了警惕。史書記載，他的後宮有上萬人，多到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晚上該去哪兒。於是他發明了一個著名玩法：羊車選妃。每天晚上坐着羊拉的車在後宮閒逛，羊停在哪個妃子門口，他就住在哪兒。於是後宮的妃子們不再研究怎麼提升自己，也不再研究如何獲得皇帝賞識，而是開始研究羊。有人在門口撒鹽，有人專門種竹子，因為羊喜歡舔鹽，也喜歡吃竹葉。整個帝國最高權力中心每天研究的不是國家大事，而是怎麼討好一只羊。聽起來很好笑，可司馬光一點都笑不出來，因為他看到的是另一件事。皇帝已經不再關心國家未來了。一個組織最危險的時刻，不是沒人幹活，而是掌舵的人開始覺得未來不用自己負責。老闆在玩，底下的人自然玩得更狠。於是有了王己的忍辱蒸豬，有了石崇和王愷鬥富。王愷洗鍋用糖水，石崇燒飯用蠟燭。王愷拿出皇帝賞賜的2尺高珊瑚樹炫耀，石崇看了一眼，直接拿起鐵如意砸得粉碎，然後命人搬出一堆3尺、4尺高的珊瑚樹，隨便挑。讀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像爽文，甚至覺得這些人真會玩。可司馬光看到的，卻是一個王朝正在發生癌變。掌握國家命運的人，開始把揮霍當榮耀，把享樂當能力，把責任當負擔。而更可怕的是，沒有任何人覺得這有問題，因為皇帝自己就是這樣。很多人可能會問，統一天下後不折騰，躺平難道錯了嗎？錯在怎麼躺。同樣是不折騰，漢朝的曹參是在守規則，而西晉的司馬炎是在毀規則。他不是無為，而是失責；不是順勢，而是放棄。一個領導者最大的錯誤，不是沉迷享樂，
而是在享樂的時候忘了給組織安排未來。就在所有人沉醉於盛世的時候，司馬炎做出了2個足以毀掉西晉的致命決定，一個決定選出了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白痴皇帝，另一個決定放出了20多個手握兵權的司馬王爺。當這2個決定疊加在一起，就等於在乾柴上倒滿了汽油。很快，一場持續16年，把整個中原拖進無底深淵的大災難爆發了。所有人都以為自己是在爭權，可沒人意識到他們爭的是同一艘正在下沉的船。歷史上稱它為八王之亂。但問題來了，一個王朝真正崩塌的那一刻，往往不是外敵打進來，而是裡面的人開始覺得出問題也無所謂，而西晉就是從這一刻開始失控的。司馬炎在統一天下之後，做了一個看起來很穩的決定，分封宗室。他認為曹魏之所以滅亡，是因為皇室沒人幫忙，於是他一口氣封了20多個司馬家的王爺，讓他們帶兵駐守各地，看起來是加強控制，實際上是把火種撒滿全國。然後他又做了一個更致命的決定，選繼承人。他選了司馬衷，這個人後來留下了一句被歷史反复提起的話：有一年天下大饑荒，百姓餓死無數，有人上報災情，他皺着眉問了一句：何不食肉糜？很多人把這句話當笑話，但在司馬光眼裡，這不是笑話，這是斷層。因為真正可怕的不是他說錯話，而是他已經和現實徹底不在一個世界裡。在他的認知中，底層的飢餓是不存在的。但更致命的不是這個皇帝，而是整個權力結構已經開始空心化。皇帝是空的，制度是鬆的，地方是軍權化的，整個國家像一座沒有地基的高楼，每一層都在自行運轉。而這種結構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沒有人知道崩潰會從哪裡開始，直到一個女人出現，賈南風，她是皇後，歷史上對她的評價極端複雜。但在這一刻，她做了一件事，一件在宮廷鬥爭裡看似常見，卻在政治結構裡極其致命的事，她殺了太子。這一刀在司馬光的敘述裡不是宮鬥，而是信號。它等於公開宣布皇權不再有底線，規則不再有紅線。一旦這個信號釋放，所有人都會進入同一種邏輯，不再守規則，而是利用規則的空隙。如果說賈南風只是讓規則出現裂縫，那麼到了司馬炎這裡，裂縫已經開始擴散。接下來爆發的就是規則失控後的系統級連鎖崩塌——八王之亂。但這個名字太輕了，輕到像只有8個王爺在打架。真實的景象比這恐怖得多。這8個王爺不是約好了同時造反，而是一個接一個的跳進權力的绞肉機。今天你聯合張三殺李四，明天李四聯合王五殺你。昨天還是並肩作戰的盟友，今天就翻臉成了刀下亡魂。先後有8位司馬氏親王輪番登場，沒有一個能笑到最後。誰贏了一時，很快就會被下一個幹掉。皇帝司馬衷成了這場混戰的戰利品，誰把他搶到手，誰就以他的名義發號施令。天子不再是天子，而是一面可以隨便移動的旗幟。洛陽城的百姓經歷了最絕望的16年。今天城門大開，迎接這支軍隊進城，說是清君側。過幾天另一支軍隊打進來，說前面那支是叛軍。昨天進城的人是亂臣賊子，今天進城的人才是忠臣。百姓根本分不清誰對誰錯，只知道每一次換人都要燒殺搶掠一遍。但這還不是最致命的。八王之亂打到後期，所有人都發現一個問題：兵不夠了。打了10幾年，能打的士兵早就死光了。於是王爺們開始幹一件把整個中國拖入深淵的事，他們開始招募胡人軍隊。匈奴、鮮卑、羯、氐、羌，不管你是什麼族，只要你能打，我就給你錢，給你地，給你官。他們以為這是在借兵，其實是在把國家安全的底線拱手讓人。門一旦打開，就再也關不上了。歷史上很多災難都不是因為壞人太強，而是因為守門的人親手打開了门。公元316年，西晉滅亡。37年前，司馬炎滅吳時那副天下盡在我手的豪情，如今變成了一場徹底的灰飛煙滅。
中原淪陷，百姓難逃。曾經繁華的洛陽、長安變成了胡人騎兵縱橫的草場。這就是一關難渡。一個統一王朝只存在了37年，像一顆絢爛的煙花，炸開之後什麼都沒留下。但真正的斷裂還在後面，因為從這一刻開始，中國第一次進入長期無統一秩序狀態。西晉倒下之後，南方建立東晉，但他的問題是根本無法重新建立秩序。這時候王導站了出來，提出一個影響東晉100年的方案：不爭皇權，只保政權。於是出現了那句著名的話：王與馬共天下。皇帝還在龍椅上，但權力被切給世家大族，看起來是退讓，但在當時卻是唯一能活下去的方式。因為如果繼續争唯一权力中心，這個政權會立刻崩掉。王導做的不是理想主義，而是用妥協換生存，但問題也隨之埋下：一個靠妥協活下來的政權，未來還能靠什麼重新站起來？從這裡開始，接下來的300年，中國歷史不斷重複同一個劇本：規則崩壞，混亂降臨，秩序重建，繁榮出現，然後再次走向失控。王朝換了一批又一批，主角變了一代又一代，但歷史始終在重複同一個循環。而這個循環第一次被打破是在淝水之戰。時間來到公元383年，北方迎來了一個看似最強的男人——前秦皇帝苻堅。他已經統一北方，手握80萬大軍，號稱投鞭斷流，意思是只要把馬鞭扔進長江，就能把水流擋住。這不是戰爭，這是碾壓。東晉只有8萬人，10比1的差距擺在面前，整個朝廷幾乎已經提前進入崩潰狀態，文書像雪一樣飛進健康，前線一片恐慌，所有人都在問一個問題：還能撐多久？但就在所有人都亂的時候，有一個人完全不動。謝安，他什麼都沒做，只是在下棋。有人衝進來催軍情，他連頭都不抬，繼續落子。有人急得快哭，他只說了一句輕的不能再輕的話：小兒輩大破賊。聽起來像開玩笑，但這句話真正的作用是穩住了整個國家的心理。因為戰爭打到最後，比的不是人數，而是誰先崩。真正決定勝負的往往不是刀劍，而是人心裡那根繃着的弦。前秦軍隊推進到淝水一帶，東晉提出一個看似荒唐的請求：退後一點，讓我們渡河，列陣決戰。按常理，這種要求誰答應誰傻，但苻堅信了。他想的是，等他們渡到一半，我直接衝殺，一舉全滅。於是他下令後退。就在後退的那一刻，災難發生了。前線有人忽然大喊了一句：秦軍敗了。這一聲不是命令，卻比命令更可怕。因為80萬大軍從來沒有真正整合過，他們來自不同族群，被強行拼在一起。這些軍隊裡甚至包含了很多剛剛被前秦征服的其他北方割据政權的降軍，他們根本不想為苻堅賣命。表面是軍隊，本質是臨時拼裝的集合體。一旦出現失敗信號，整個結構瞬間失去秩序。後軍不知道前軍發生了什麼，以為真的溃敗，開始轉身逃跑。逃跑一旦開始，就再也停不下來。幾十萬人互相踩踏，陣線徹底崩塌。歷史上著名的2個詞在這一刻誕生：草木皆兵，風聲鶴唳。而真正的結論其實很簡單，這一戰不是8萬打贏80萬，而是有秩序的人擊潰了無秩序的龐然巨物。東晉贏的不是兵力，而是人心還沒有散。前秦輸的不是戰術，而是結構早已鬆散，只差一根火星。從西晉崩塌開始，人們已經看慣了規則失效，權力失控，人人爭搶。可淝水之戰第一次證明了一件事：秩序或許跑得慢，但最終往往比混亂活得更久。因為在龐大的力量一旦失去組織，也會在瞬間變成烏合之众。苻堅站在崩塌的軍陣裡，他看到的不是失敗，而是一個更可怕的事實：當一個帝國依靠擴張維持穩定時，它崩塌的速度也會同樣驚人。而真正的懸念
在這裡才剛剛開始。因為這場勝利並沒有讓東晉變強，反而讓另一個更隱蔽的問題浮出水面：當外敵被證明可以擊退之後，內部的權力結構會不會開始重新失控？下一次失控不會來自北方，而是來自內部那群自己人。公元589年，隋朝大軍渡過長江，滅掉南朝最後一個政權陳朝。那個沉迷歌舞、寫下玉樹後庭花的陳後主，帶着2個寵妃躲進枯井，最後還是被隋軍從井裡拽了出來。至此，分裂近300年的中國終於重新統一。建立這一切的人就是隋文帝楊堅。很多人以為楊堅一定是個霸氣側漏的帝王，但《資治通鑑》裡的楊堅卻完全不是這個形象。他把老婆皇后獨孤伽羅對他管束極嚴，而且特別摳門，倉庫裡的糧食堆到穿錢的繩子都腐爛了，他依然捨不得亂花1分錢。但恰恰是這種近乎偏執的節儉和管理能力，讓隋朝迅速恢復元氣。經過幾百年戰亂，人口暴漲，糧倉爆滿，國庫充盈，國家機器重新運轉起來。可就在所有人都以為大隋即將迎來盛世的時候，一個最危險的問題出現了：接班人。楊堅的大兒子楊勇其實沒什麼大毛病，無非喜歡享受，喜歡美女，活得像個正常人。但二兒子楊廣卻敏銳地發現，父親喜歡節儉，母親討厭後宮爭寵，於是他開始了一場堪稱歷史級別的表演。他故意穿舊衣服，故意把樂器弄壞，故意只和正妻恩愛，故意禮賢下士，見到大臣的車駕都主動下車行禮。所有人都覺得這個年輕人謙遜、節儉、仁厚，是未來最完美的皇帝。最終，楊堅和獨孤皇后被徹底打動，廢掉楊勇，改立楊廣為太子。司馬光看到這裡，留下了一句極其經典的話：大奸似忠，大詐似信。真正危險的人，從來不是那些壞得明明白白的人，而是那些把自己偽裝得毫無破綻的人。現實裡也是一樣，很多時候騙過你的不是謊言，而是那個看起來最符合你期待的人設。公元604年，楊堅去世，楊廣登基。直到這一刻，他才終於摘下面具。短短幾年時間，他開始瘋狂推動自己的宏偉計劃，修建東渡洛陽，徵發數百萬民夫，開鑿貫通南北的大運河，全長2700多公里，修築長城，加強邊防，打造龐大艦隊巡視江南，3次遠征高句麗。必須承認，楊廣幹的很多事情本身並沒有錯。大運河溝通南北經濟命脈，直到今天仍然發揮作用。洛陽成為新的政治中心，統一後的帝國確實需要大型基礎設施支撐。但問題在於，他太急了。他想把幾代人才能完成的工程，全部壓縮到自己這一代完成。人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把能力當成本事，把透支當成實力。很多人失敗不是因為方向錯，而是因為太想贏，恨不得1年完成別人10年的路，最後項目沒做成，身體先垮了，团隊先散了，資源先耗盡了。他像一個瘋狂加速的工程總指揮，不斷透支國家未來的資源。百姓被透支，財政被透支，任何制度都經不起無限透支。規則可以創造繁榮，但也需要時間慢慢積累。而楊廣最大的問題，就是把未來幾十年的成本一次性花光了。勞動力被透支，最終連整個王朝都被透支。就在这時，更大的災難來了，高句麗戰爭。第一次東征，動員士兵113萬，民夫200多萬，規模堪稱古代世界奇蹟。可戰爭卻慘敗收場。原因並不複雜，楊廣最大的毛病開始暴露出來，他喜歡親自指揮一切。前線將領連進攻都要層層請示，等命令傳回來，戰機早已消失。更可怕的是，他越來越聽不進去反對意見。這裡《資治通鑑》專門拿他和漢武帝做對比。同樣雄才大略，同樣喜歡開疆拓土，同樣喜歡大工程，
可漢武帝身邊有個著名的噴子汲黯。有一次在朝會上，汲黯直接指着漢武帝說：“陛下內心慾望極重，卻總喜歡用仁義包裝自己，這和秦始皇有什麼區別？”滿朝文武嚇得臉色發白，漢武帝氣得當場退朝，回宮後大罵汲黯是個蠢貨。但冷靜下來之後，他不僅沒殺汲黯，反而繼續重用他。因為漢武帝知道，敢罵自己的人未必討喜，但往往最忠誠。而楊廣恰恰相反，他喜歡聽讚美，討厭聽批評，最終把自己困在一個只有掌聲的世界裡。一個能夠接受反對意見的人，犯錯後還有機會修正；一個只能聽見掌聲的人，遲早會被掌聲送進深淵。到了公元618年，天下已經徹底失控。瓦崗軍、竇建德、李密、劉武周各路起義軍席捲全國。楊廣躲在江都，再也回不到北方。他似乎已經預感到自己的結局，經常對着鏡子端詳自己的臉。有一天，他摸着脖子對蕭皇後苦笑着說：“好頭顱，誰當斫之？這麼好的一顆腦袋，不知道最後會被誰砍下來。”沒過多久，答案來了。發動兵變的不是敵人，而是他最信任的禁軍。宇文化及率軍衝進宮殿，楊廣請求賜自己一杯毒酒，保留最後一點體面。叛軍冷冷回答：“沒有。”最終，這位曾經夢想建立萬世功業的皇帝，親手解下腰帶，被人活活勒死。大隋王朝也隨着他的死亡轟然倒塌。楊堅花了一生重建規則，楊廣卻在20年裡把規則透支殆盡。歷史最殘酷的地方就在於，毀掉秩序往往比建立秩序容易得多，但歷史最耐人尋味的地方就在這裡。隋朝雖然滅亡了，可他留下的一切卻沒有消失。大運河還在流淌，科舉制度還在運行，3省6部制還在運轉，遍布全國的糧倉還裝滿糧食。隋朝就像一個拼命幹活、累死在工地上的包工頭，把地基打好，把框架搭好，把道路修通，然後自己倒下了。而就在這片已經搭建完成的舞台上，一個新的主角即将登場。這個人不但會終結亂世，還會成為《資治通鑑》最推崇的帝王模板。更重要的是，他將向所有人證明，真正偉大的統治者不是比別人更聰明，而是比別人更懂得克制。這個人的名字叫李世民。如果說楊廣留下的是一個問題，那麼李世民給後人留下的就是一個答案。他們最大的區別只有一個：楊廣總覺得自己不會錯，而李世民永遠在擔心自己會錯。公元626年，玄武門之變爆發，李世民親手射殺大哥李建成，逼父親李淵退位。這是他一生洗不掉的血污，也是他永遠無法回避的原罪。很多人以為，一個靠流血兵變上位的人，登基後一定會大開殺戒。可李世民恰恰相反，他登基後做的第一件事是拼命給自己找缺點。他重用了魏徵，那個曾經天天勸李建成殺掉他的死敵。從此，魏徵成了李世民的人肉警報器。魏徵一生进諫200多次，經常在朝堂上對得李世民下不來台，氣得李世民退朝後在後宮破口大罵：“朕早晚要殺了這個鄉巴佬。”而長孫皇後每次聽到，都會換上最隆重的朝服下跪恭喜他。只有最聖明的君主才會擁有敢說真話的大臣。冷靜下來的李世民選擇把這口氣咽下去，因為他明白一件事：真正拉開人與人差距的，從來不是誰聽到的讚美更多，而是誰聽得進去最難聽的話。因為讚美解決不了問題，只有真話才能。魏徵死後，李世民痛哭流涕，說出了那句流傳千古的靈魂之問：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魏徵死了，我失去了一面鏡子。李世民最大的貢獻不是開疆拓土，而是重新在帝國的最高層建立了一個共識：最高領導人也會犯錯，且必須允許系統內部存在修正錯誤的力量。這種對規則的敬畏換來了贞觀之治，
也讓大唐迎來了最強盛的100年。可惜，再好的規則也擋不住时间的侵蚀。隨着武则天、唐玄宗接连登場，大唐被推上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可歷史最大的諷刺就在這裡，一個王朝最危險的時候，往往不是快死的時候，而是最輝煌的時候。因為盛世裡最容易長出來的東西叫做傲慢。接下來出場的這個人，將向所有人證明，毀掉一個盛世的，往往不是外敵，而是盛世本身。李世民死後100多年，大唐迎來了另一位傳奇皇帝唐玄宗李隆基。他開創開元盛世，讓大唐達到前所未有的巔峰。杜甫後來回憶那個時代，寫下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倉廪俱豐實。老百姓家裡不用鎖門，商人出門不用帶乾粮，長安城人口超過100萬，萬國來朝。李隆基本人更是全能天才，懂音樂，懂政治，懂軍事。50歲之前，他幾乎把一個皇帝能做到的事情全部做到了。但歷史最喜歡開的玩笑是，一個人最大的敵人往往不是別人，而是自己。成功久了，就容易覺得自己永遠不會犯錯；繁榮久了，就容易覺得危險永遠不會到來。李隆基也沒能逃過這個規律。隨着年齡增長，他開始厭倦朝政。這時候，楊玉環出現了。她原本是李隆基的兒媳婦，被看中後先出家再入宮，身份問題巧妙解決。從此春宵苦短日高起，君王不早朝。他把越來越多精力放在享樂上，把權力交給別人。他覺得天下太平，邊防有節度使，朝廷有宰相，自己偷個懶沒什麼問題。但他不知道，一個足以毀滅大唐的怪物正在悄悄長大。這個怪物首先來自制度。大唐賴以崛起的府兵制崩潰了，朝廷改用募兵制。過去府兵聽朝廷的，現在募兵聽發軍饷的，節度使手裡的軍隊越來越像私人武裝。與此同時，宰相李林甫為了鞏固地位，極力排擠漢江，不斷向李隆基推薦胡人將領。於是安祿山迅速崛起，一人兼任3鎮節度使，手握大唐近40%的兵力。可滿朝文武沒有一個人覺得這是問題，因為安祿山太會演戲了。這個300多斤的胖子為了生存，將裝傻充愣發揮到了極致。他認楊貴妃做乾娘，進宮先拜貴妃後拜皇帝。李隆基指着太子試探他，他故意扮蠢說：“臣只知有陛下，不知有太子。”這種精準的諂媚讓李隆基徹底卸下了防備。更可怕的是整個朝廷對危險的默許。早在多年前，張九齡就警告過安祿山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李隆基非但不聽，反而罷免了張九齡。這是一個制度徹底失效的經典樣本。當一個皇帝開始依賴個人的忠誠而不是制度約束，當整個系統都在默認危險卻無人敢於發聲，規則就已經名存實亡。李隆基以為自己養了只看門狗，實際上把一只老虎養在了臥室裡。許多災難都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被一次次縱容養大的。公元755年冬天，老虎終於露出獠牙。安祿山在范陽起兵，15萬大軍南下。白居易寫道：“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內地軍隊幾十年沒打仗，根本擋不住邊軍精銳。洛陽失守，潼關失守，長安危在旦夕。李隆基不敢相信，自己最信任的干兒子怎麼可能造反？等他終於慌了，只能帶着楊貴妃和皇室倉皇逃離長安。逃亡途中，隊伍來到馬嵬坡，禁軍突然不走了。士兵們又累又餓，看着一路上依然享受特權的楊國忠，怒火爆發，亂刀砍死了他，腦袋掛在驛站門口。但禁軍統帥陳玄禮說：“禍根還在。”李隆基明知故問，陳玄禮只是看向楊貴妃的帳篷。皇帝不能殺，總要有人為這一切負責。72歲的李隆基流着眼淚下令賜死楊貴妃。高力士奉命執行。
那一年他37歲，曾經轟轟烈烈的愛情結束在一根白綾之下。士兵們看到貴妃已死，才重新高呼萬歲，繼續護送皇帝西逃。盛世最危險的地方不是貧窮，而是讓人忘記危險的存在。李隆基以為自己是在享受盛世，卻不知道自己正在親手拆掉盛世的地基。安史之亂後，大唐雖然沒有立刻滅亡，卻已被打斷脊梁。節度使割據，宦官專權，朝廷名存實亡。當規則開始依賴個人而不是制度，再強盛的王朝也會走向衰落。接下來登場的這個人將親手拔掉大唐最後的氧氣管，他叫朱溫。安史之亂之後，大唐並沒有立刻滅亡，他像一個被打斷脊梁的人，雖然還能呼吸，還能說話，還能勉強站着，但身體裡的元氣早就流乾了。表面上皇帝還坐在龍椅上，實際上節度使各自為政，宦官把持朝政，朝廷的命令出了長安就沒人當回事。很多王朝都是這樣，真正的死亡不是城門被攻破的那一天，而是規則失去約束力的那一天。接下来的150年，大唐就在這種半死不活的狀態裡苟延殘喘，直到一個人的出現，徹底拔掉了他最後的氧氣管。這個人叫朱溫。朱溫原本只是黃巢起義軍中的一個狠角色，後來見風使舵投靠朝廷，再後來發現朝廷已經快不行了，於是乾脆自己當朝廷。他不是曹操那種雄才大略的梟雄，也不是司馬懿那種深謀遠慮的政治家，他是一個徹底的規則撕裂者，不要體面，不講底線，甚至連基本的倫常都可以踩在腳下。因為在他眼裡，天下只剩下一根赤裸裸的骨頭，誰搶到就是誰的。但他有一個優點，夠狠。別人還在講規矩的時候，他已經開始掀桌子了；別人還在維護體面的時候，他已經開始搶椅子了。公元904年，朱溫帶兵殺入長安，挾持唐昭宗東遷洛陽。第二年，他乾脆把皇帝殺了。可殺完皇帝之後，他依然不放心。因為在他眼裡，真正危險的不是皇帝，而是那些世世代代把持朝廷的話語權，看不起他們這些寒門武夫的門閥貴族。於是，人類文明史上極其黑暗的一幕發生了。朱溫身邊有個謀士叫李振，這個人年輕時考科舉落榜，被世家大族瞧不起，因此懷恨在心。他對朱溫說，這些人天天自稱清流，自詡高貴，其實罪該死。既然他們喜歡清高，不如把他們全扔進黃河，讓他們變成濁流。朱溫一聽，立刻拍板。公元905年，一個寒冷的日子，30多位大唐最頂級的宰相、高官、名门之後被押到白馬驿。他們中有人曾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有人出身弘農楊氏、琅琊王氏、范陽盧氏，這些名字曾經代表着整整800年的榮耀。但此刻，他們被士兵推搡着跪在黃河邊，沒有審判，沒有辯護，甚至沒有給他們留下寫遺書的時間。刀光閃過，30多顆人頭落地，屍體被踢進滾滾黃河，血跡染紅了河水。歷史把這一夜稱為白馬驿之火。很多人讀到這裡會覺得只是一次政治屠殺，但司馬光真正感到恐懼的不是死了多少人，而是一個時代結束了。從東漢到唐朝，整整800年，中國一直由門閥士族維持着文化和秩序。他們有很多毛病，傲慢、自私、排外、壟斷資源。他們只看家世不看能力，把朝廷變成幾個大家族的分贓場。但他们至少還保存着一樣東西，讀書人的傳統。他們相信禮法，相信名望，相信一個人除了刀劍之外，還有一種東西叫做體面。在白馬驿之前，一個宰相的兒子依然是宰相，一個世家子弟即使落魄了，走到哪裡都有人高看一眼。可在白馬驿之後，一切都被撕碎了。朱溫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訴所有人，什麼家世，什麼名望，什麼清流都沒有刀好使。你出身再高貴，
我一樣能把你扔進黃河；你詩寫得再好，我一樣能砍你的頭。從這一刻起，中國不再相信出身，不再相信禮法，不再相信名望。所有人開始相信同一樣東西：刀。刀比家世有用，軍隊比禮法有用。一個時代就這樣結束了。它不是死於戰爭，而是死於人們不再相信規則比刀更有力量。不是唐朝的皇帝死了，而是支撐中國800年的那條精神脊梁被朱溫一刀砍斷了。從此以後，天下只剩下2種人：拿刀的人和被刀支配的人。大唐滅亡之後，中國进入了最混亂的5代十國。短短53年，中原換了5個朝代，13個皇帝，平均一個皇帝在位不到4年。為什麼換得這麼快？因為這個時代運行的底層邏輯徹底變了。以前當皇帝多少還要講點血統，講點德行，講點名分。現在呢？誰兵多誰當皇帝，誰刀快誰當皇帝。一個軍閥安重榮甚至公開說出一句震動歷史的話：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寧有種耶？皇帝算什麼？誰拳頭硬誰就是皇帝。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大臣殺皇帝，將軍殺主公。今天給你披黃袍，明天就能把你勒死在床上。軍隊走到哪兒搶到哪兒，搶不到就殺人，沒糧食就吃人。百姓像野草一樣被反覆踐踏，整個中原大地仿佛重新退回叢林時代。讀到這裡，你會發現一個殘酷的規律：當所有人都開始相信力量，而不再相信規則的時候，最終沒有贏家。因為今天你能靠武力搶來皇位，明天別人也能靠武力搶走你的腦袋。這不僅是歷史，也是現實中很多組織衰敗的原因。一個團隊最危險的時候，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大家開始覺得規矩不重要，只要結果就行。一旦這種思維蔓延，短期看效率提高了，長期看整個體系都會崩塌。司馬光寫到這裡，筆尖都帶着沉重。他已經記錄了無數皇帝、無數戰爭、無數死亡，但他真正想問的只有一句話：難道人類只能這樣一代一代殺下去嗎？難道權力的遊戲永遠只能靠刀劍決定勝負嗎？就在整個中原陷入黑暗的時候，一個新的答案即將出現。而這個答案不靠屠殺，不靠清洗，也不靠100萬大軍。從賈南風繞開規則開始，到朱溫徹底掀翻規則，1000多年的故事終於走到了最黑暗的時刻。接下來歷史要回答的最後一個問題是：當規則已經徹底不存在的時候，還能不能重新建立起來？它只靠一場酒局。一個叫趙匡胤的人即將登場。5代十國最不值錢的東西是什麼？不是糧食，不是黄金，而是皇位。因為誰都能搶。今天你當皇帝，明天別人就把黃袍披到自己身上。整個時代就像一張不斷複製粘貼的兵變模板。短短53年，中原換了5個朝代，13個皇帝，平均一個皇帝在位不到4年。這是什麼概念？你今年剛記住皇帝的名字，明年就換人了。你剛交了稅，後年又換人了。百姓已經不知道該效忠誰，該向誰磕頭，該相信哪面旗帜。孩子們從出生到成年，看到的是皇帝輪流坐，誰兵多誰上。所有人都覺得兵变是正常的，篡位是正常的，刀比圣旨管用是正常的。沒有人记得什麼叫規矩了。直到公元960年，趙匡胤在陳橋驛被手下披上黃袍，兵变上位，建立北宋。可他和之前那些軍閥最大的不同是，他比誰都清楚一個道理：我今天怎麼上來的，別人明天就能怎麼幹。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大宋遲早重蹈5代覆轍。於是趙匡胤開始思考一個所有梟雄都不屑於思考的問題：怎樣才能讓武將主動放棄兵權？殺掉他們？不行，那會寒了所有人的心。繼續放任他們掌兵。
更不行，那等於給自己準備棺材。他的答案不是刀，而是酒。歷史上最經典的一場政治操作就這樣開始了。趙匡胤把幾個結拜兄弟請來喝酒，酒過三巡，他忽然長嘆一聲，兄弟們趕緊問怎麼了。趙匡胤說，當皇帝太累了，晚上都睡不着。大家一臉懵。趙匡胤苦笑，你們當然不會害我，可你們手下那些将士呢？萬一哪天也給你們披件黄袍，到时候你們怎麼辦？一句話把所有人嚇出一身冷汗，因為他們知道這是真有可能發生，畢竟趙匡胤自己就是這麼上來的。看到火候差不多了，趙匡胤給出了答案，與其提心吊膽，不如交出兵權。朝廷給你們榮華富貴，給你們土地莊園，給你們子孫後代，大家一起安安穩穩過好日子，何必把腦袋掛褲腰帶上？第二天，這些將領全部主動辭職，交出兵權，史稱杯酒釋兵權。很多人覺得趙匡胤贏在手段，其實他真正厲害的地方是結束了一個持續半個世紀的惡性循環。他第一次讓武將明白，榮華富貴不一定要用命去換，人生除了當皇帝還有別的活法。他真正改變的不是一個王朝，而是一種觀念。因為最穩定的統治從來不是讓所有人害怕，而是讓所有人相信。在趙匡胤之前，所有人默認一個真理，刀快的人做皇帝。在趙匡胤之後，這個真理被打破了，不是因為刀不夠快了，而是因為人們重新相信了一件事，規則比拳頭更值錢。從這一刻開始，中國歷史發生了一次重大轉向，從武人時代進入文人時代。雖然這讓宋朝以後軍事偏弱，但也換來了一個巨大的好處，老百姓終於不用天天擔心換皇帝了，終於可以安心種田，安心做生意，安心過日子。一個社會最基礎的安全感，不是來自軍隊的強大，而是來自規則的穩定。而這恰恰就是文明最大的意義。如果你把《資治通鑑》從頭看到這裡，你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無論西晉滅亡還是隋朝崩盤，無論安史之亂還是五代十國，看似原因不同，背後其實都指向同一個東西。這個東西才是司馬光真正想告訴後人的答案。《資治通鑑》最後留下8個字：善可為法，惡可為戒。1300年的歷史，看似講的是皇帝、戰爭、權謀和興亡，其實反覆證明的只有一件事：規則建立繁榮，規則崩壞災難。敬畏規則的人創造歷史，藐視規則的人重複歷史。《資治通鑑》寫了1300多年興衰，司馬光最後看到的從來不是帝王將相，而是2個字：規則。他看不見，卻決定了一個國家能走多遠；他摸不着，卻決定了一個人能站多穩。